各位好，我是何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在评论区里有几个观众朋友们在问我，何威啊，你作为一个医学生，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同时学医学、学中文、学西语、拍视频等等？他们还问我，何威，你有没有什么时间管理秘诀？所以说呢，在这一期视频里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又简单又很有用的时间管理技巧，来让你快速提升自己时间管理能力。好嘞，那咱们话不多说，就开始吧。我记得1-2年前，我在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博主的视频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呀？意思大概是，你每天做的大部分的决定都是潜意识里的习惯。说白了呀，你把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的话，它意思是，其实我们每天做的大部分的决定根本不是我们决定要做的，而是这些东西都是习惯性的。就比如说啊，我犯困的时候，我有可能会下意识的去给自己泡杯咖啡，这就是习惯性的，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要变得更高效的话，时间管理能力更强的话，咱们必须从习惯入手。你要是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保证你的时间管理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但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养成好的习惯呢？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我已经拍过很多关于养成习惯的视频，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我能一直坚持同时学医学和外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事情啊，对于我来说不是个选择，而是个习惯。时间管理和习惯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是相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你才有时间养成好的习惯。你养成好的习惯，你就能够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好，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你不可能为了你一天到晚所有的事情专门养成一个习惯，对不对？而且呢，我们通常只能把我们的习惯安排到空闲时间，因为我们还要上学、上班等等。那我们在上班、上学的时候，该怎么管理好时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几个技巧。我们得从2方面入手。首先，整理好你的任务；其次，提高你的专注度。至于整理好你自己的任务，我个人就会提前安排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我每天要完成的任务。这样的话，当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去想我该学什么，该怎么学之类的。我很喜欢用一个网站叫做 Notion，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个网站呢，你可以加一个日历，然后在日历上面加你所有的任务，所以说就很容易提前安排好每天要做的事情。这个网站可以免费用，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广告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那么提高专注度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式比较好使。首先利用番茄钟。我一般学习或者是工作20到30分钟，然后再休息几分钟。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其次，当你在学习的时候，尽量不要听音乐。虽然你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听音乐还是会稍微的让我们分心一点，也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说呢，我们的专注度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但是呢，我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非常累的时候，然后还是要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偶尔的时候会听点音乐，这就是得找到一个平衡点吧。最后，当你有点分心的时候，想干点别的事儿的时候，把你所有的想法记下来。就比如说，当我在学医学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出一个我未来想拍的视频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骂自己，或者是立马开始写稿子，让自己更分心，还不如先把这个主意记下来，然后完成了其他的任务之后，再回来看看。
我有的时候回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当时让我非常分心的这个想法，其实根本不咋样。不过其他的时候，我回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写的这些东西挺好，没准能行。所以说呢，我会再次打开一下 Notion， 然后再安排一个时间写这个稿子。最后先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利用高效的学习方法。不管你在上学、上班，或者是在家里边自己学外语，都需要大量的学习。那么你想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不就是因为你希望你又能完成很多事儿，也希望自己还有时间出去社交出去玩之类的，对不对？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有效的学习方法来减少你在学习上所花的时间。我在这儿推荐大家2个比较有效的学习方法。第一，利用间隔复习系统来复习。第二，主动回忆。好的，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